玄学有没有用，能不能改命？不管是风水师、卦师还是命理师，水平怎么样？算得准吗？是化解高手吗？相信这些问题都是人们心里的疑惑。今天就来揭开玄学老底，纯干货，无废话。从技术角度看，有算命、占卜预测、看风水。从类别看，主要看财运、婚姻、健康。首先给出答案，命可以改，也就是可以改运，但是也很难改。为什么很难改？因为性格决定命运，性格不好改，或者说叫因果循环，这辈子的命运基本就是一个定数。下面我会说怎么改运，也会解释为啥很难改。看起来非常矛盾，听完你就明白了。对于一个人来说，这辈子的财运、婚姻、寿命长短基本就是固定的，或者说10年大运或者流年运势都是定数。这是算命、占卜、预测是能预测到未来的，占卜问神明要大事才能问，也是有意义的，小事神明也不会告诉你的，因为小事就不在命运定数里面。风水也是一样，风水有用，福地福人居，也就是说人生大的框架是定数，简单说就是赚多少钱，和谁结婚，是否离婚，有什么先天病，寿命多长，这些都是固定的。那你会说了，既然都是定数，那还算啥命？直接认命得了，我还没说到改命呀。虽然很难改，但是能改的，别着急，大的趋势是定数，小事是可以改的。比如今天吃什么，或者这周到哪里去旅游，先一个一个的说。对于财运，算命的意义在哪里？可能你这个大运比较差，心里非常焦虑，结果拿命盘看一下，下一个10年大运非常好，你就不焦虑了。吃得好睡得香了，赚多少钱那是固定的，算命的意义在哪里？比如下个大运你要赔钱，你身上有100万，可能赔个精光，如果你知道了，可以趋吉避凶呀，可以把钱给家里人花了，也可以自己先花了。再不好的大运不要投资，因为你的想法都是错的，可以问问亲人的想法做参考。要想赚钱或者把钱留住，你要增加自己的福报，把财库变大。比如看到乞丐，你会给些钱，在电梯里看到有推婴儿车的妇女，你主动让她先上去，或者直接把钱给父母花，父母本是在世佛，何须千里拜灵山。你给父母钱是增加你的福报，不要在乎父母把钱给其他兄弟姐妹，你也不用在乎乞丐是骗你的，你做好事就是增加福报，他骗人他会有报应，各不相干。你的福报增加了，福报可以显化财富，财库变大了，你就能拥有更多的财富，这样看大运就有意义了。不好的大运守住财富，如果你不增加福报，也不把钱花掉，也不把钱给另一半或者子女，在你破财年份都会破财的，跑不了。如果大运好，就大胆的投资，在好的大运，自己的想法就是对的，别人想法和你不同，要信自己。这就是为什么命运是定数难改，但是又可以改。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事，任何人不做任何事，或者上辈子不积累福报，这辈子就想做富豪，那是几乎不可能的。积德是唯一的改运方法。如果大师水平高，给你改命了，你的品德没有提高，不行善积德，那大师会背因果，大师就会破财，什么都不顺。这也是为啥市面上有许多玄学骗子的原因。算不准骗你钱，单点小因果，算准了，给你化解了，他要背因果。所以大师一般不出山来算命的，也可以参考《了凡四训》里的袁了凡，孔先生给他的命算定了，经过云谷禅师的开导，完成了改命，就是做很多善事、放生等，还每天念准提咒加持，就是积德行善，还念佛祈福。之前命中无子，结果有2个儿子，考试结果也是进士，寿命多活了20多年，就单独拿一个出来，每天念佛祈福都能改命。有个女的找人占卜，占卜结果不太好，但是最后奇迹发生了，一系列巧合让人不可思议，占卜师不得其解，沟通后才知道她每天念经祈福。也有人做生意快要倒闭了，
经过寺庙大师开导，每天做好事，比如给带孩子的妇女让电梯，结果那个女的表哥就是做服装生意，直接10万块给他的库存清掉了。你做好事，老天看在眼里，老天会安排一个你帮助的人成为你的贵人，这就是福报显化。下面说婚姻，风水上有个叫催姻缘，你和谁结婚，这个缘分是定数。为啥能催姻缘桃花成功？要么就是烂桃花，不能结婚的桃花，或者你的正缘提前遇到你。婚姻是定数，什么时候遇到，这个是可以改的，不影响大的结果。就像你一辈子吃什么档次的食物是一个基本数，但是你决定明天把1个月工资花了，就为了吃一顿饭，也可以呀，又不影响整体走势。离婚也是一样，如果缘分尽了，自然就会分开。可以不离婚，夫妻住西北卧室，阳宅化解，或者忍一下，大部分都是争吵的原因。你能忍，能受委屈，就过去了。这个和占卜问2个人婚姻能不能成一样的，如果结果不成，并不是改命，只是提前知道了而已，多交往一段时间，也不影响整体运势。下面说健康，通过紫微斗数命盘，可以看先天哪里比较容易发病，哪个宫位煞星多，就代表某个方面有先天问题。知道了是不是可以有针对性的养生？虽然寿命是定数，可以改过程啊，小毛病没有，是不是非常舒服？比如你牙疼，这个和运势没啥关系，但是影响人好几天心情。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，而不是那个最后那一刻。当然，要改寿命是可以的。看周易的象，比如能算到哪天是个坎儿，提前1天做头七，让象出现，这样就会出现抓错人的情况。当然会有因果的，你多活了，要么来世寿命减少，或者来世贫穷，或者你的子孙后代寿命减少，反正要还的。所以不要单纯运用术数，要悟道。有个人说了个例子，就是他家村子里有2个同名同姓的人，有个人快不行了，估计抓人的已经来了，结果有个人正好叫那个健康的人名字，可能是问事，结果抓错人了，健康的人突然没了，生病不行的又好起来了，多活了10几年，这个没有意义，下辈子还，或者子孙后代还，那个亏的人下辈子补给他，或者补给他子孙后代。要想增加寿命，行善积德，念佛经，这才是靠谱的方法。佛家莲花奇门遁甲有12个宫，其他3个宫位看前世今生和来世的。人不行的时候可以做法事延长寿命的，就是借自己下辈子的福报。首先要查下辈子福报够不够，如果不够，借来了，本来下辈子投胎做人，结果投胎做动物了，就是7星灯不振，灯不能灭，这是有效果的。和之前赚钱一样，改命都得付出。改命运可以，但是不容易改。风水也是一样，寻龙点穴一般都会偏一点，大师也怕太正了，福报不够会反噬改运的大师的。你搞点小钱没问题，催财也好，打牌也罢，你就是会周易，打牌赢钱了，赢了20万，结果出个交通事故赔个19.9万，不是你的财，是拿不住的。唯有增加自己的财库，或者觉得自己运势还行，也不想赚太多钱，顺其自然最好。要是懂周易的象，不用占卜就能预测结果。不管做生意还是打牌，搞钱没问题。一门心事用术数搞钱，不增加福报都是一场空。玄学就是趋吉避凶的工具，随时改变过程，结果是定数。要改就得付出很多努力，这就是玄学的秘密。